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nator, I'm Singaporean. No. Have you ever been associated or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 Senator. Again, I'm Singaporean. Let me ask you some hopefully simple questions. You said earlier,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that what happened at Tiananmen Square in June of 1989 was a massive protest. Did anything else happen in Tiananmen Square? Yes, I think it's well documented. There was a massacre. 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刚才那段影片是美国的听证会上 TikTok 的 CEO 周受资接受这个参议员的问询，结果他被迫要讲出天安门发生了大屠杀这样的言论。那么他以为这么讲他就能撇清跟中共的关系，但是我想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你虽然不断地强调自己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中国国籍，但是不一定非要是中共党员或中国国籍的人才会为中共工作，或者是为了利益去变相的把中共试图渗透统战全球的战略执行下去。而你如果不是中共党员，不是中国国籍，反而更容易去迷惑全世界，更容易去掩饰自己的真实的做法。所以我看到 TikTok 的老板周受资在被这个参议院问询的时候讲出这个天安门有大屠杀，好像多么的政治不正确，在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揭露了中国的黑暗面。但是这都是陈年老历了，有几个关心时事的人不知道这个事情呢？全世界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他当然不能够在听证会上当面否认那否认的话，那你就彻底暴露了，对吧？所以他肯定要讲，而且不仅要讲，他还要直接指出在这个追问下说确实发生了大屠杀。可是参议员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设一个陷阱，就是看你到底是不是在这个最基本的常识方面，为了迎合中共而忽略历史事实。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陷入到这个陷阱当中，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非常狡猾，非常聪明，他是个人精，他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上，年收上亿美金这样的一个职位，他不是一般人。他当然知道参议员问他这个问题是什么目的，那么他当然不会轻易的被陷进去。我们外界可能会开玩笑调侃说，看为中共工作的这个 TikTok 的老板居然都讲到天安门发生大屠杀，打了中共的脸确实我们可以这么讲但是中共真的在乎这个吗？他真的在乎自己被打脸吗？当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 TikTok 能不能继续执行他的任务，继续的在西方国家成为一个最重要的社交媒体平台，然后中共从中在背后可以控制他的算法，可以推进自己的叙事，所谓讲好中国的故事，然后让那些反对共产党的那些声音压制住，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只要能继续做到这一点， TikTok 就算大骂共产党也没关系，你随便骂只是口头上的，但是他要的是实际利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画面这个 TikTok 的老板周受资讲到了这个，他不是老板，说错了，不好意思 CEO， 老板是共产党 OK，老板是他背后的那个字节跳动有巨大的一个党支部的字节跳动所以说背后老板是中国 OK。 至少他讲到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说不是共产党员，他是这个新加坡人其实注意，他特别提到我是新加坡人，他没有第一时间回应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他说我是新加坡人，然后才说 no 我不是共产党员那什么意思呢？就他第一反应不是说否认我是共产党员，而是强调我的新加坡身份，因为新加坡身份是个最好的掩饰的身份，所以他到哪儿都要说我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我所以不是共产党人。但是你难道不知道共产党最喜欢发展地下组织吗？你难道不知道很多人都是地下党员，而不是真正的公开层面的党员吗？包括今天的很多香港的所谓特首这个官员呢，我相信这其中就有人秘密的入了党但是这个党它是一个地下组织出身，它以前是黑社会流氓团伙，所以他们从苏共开始，不是从中共开始，从苏联开始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发展是地下组织，它表面上是商人，是报社的老板，是记者，甚至是某些军阀，
国民政府的官员，但实际上他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员。共产党从小跟我们讲啊，哪个地下党员牺牲啦，他是英雄烈士啊，对吧？经常这么讲吗？所以很多的共产党员他不是公开的，你这么问你是党员吗？他肯定说我不是。包括最近我们爆出了那个英国伦敦粉红幕后主使啊，就是那位李珍居女士，这个人被英国的军情部门说是中共潜在的间谍，影响力间谍，她是英国国籍啊。包括其中一个小粉红自己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 British， 我是英国人，对吧？但是你手上这个5星红旗怎么回事？是吧？你们还是在支持这个党国呀，心怀祖国，为祖国尽心尽力的在西方世界在办事儿啊。所以这些人不是党员，胜似党员，甚至他们就可能是地下党员。所以这就为什么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往往是建立在他们的理解层面上，觉得我问你，你就回答是事实，对吧？而且他回答的确实是事实啊，我不是党员，因为可能没有党证啊，没有入党的这些仪式啊，或者是没有这个书面证明，他可以否认。但是他私下呢，跟组织交代了，组织找到他了，对吧？口头上承诺了，或者怎么样，那你就不知道了。这东西无凭无据，就像卧底一样。中共就是玩这个渗透统战起家的。所以他玩这个简直是轻车熟路。西方人，你如果在西方国家生活一段时间，你可能就知道了，这些老外都是傻白甜，对吧？他没有那么多心眼儿，对人都很真诚，然后先预设你说的是事实，发现你是假的才认为你是假的。但是对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你真的了解中国的话，应该先预设他可能是骗子，他接近我干嘛？什么目的？然后发现啊，他是好的目的，或者他不是骗子，他是好人，这时候你才能卸下你的戒心。就像过去里根讲过一句话，叫 trust but verify， 对吧？要先信任，但是你还是要核实。蓬佩奥后来讲了一句名言，说对中国政府应该怎么样？正好相反，要 distrust but verify， 你先要不信任，然后再去核实，对吧？他说什么话，先不信任，而不是像里根这样先信任，然后但是要核实，而是不信任，同时更要核实。所以川普时代就对中共有了一个重新的认知啊。那么我觉得蓬佩奥的那几次演讲啊，就是特别重要，对中共的认知上升到一个阶段，就不再像过去美国那样的天真无邪了啊。当然了，这种天真背后是一种全球主义的进程，把中国拉入到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当中，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个现在已经是昨日黄花了，已经过去了，对吧？所以说，当然这种说法啊，这种天真现在已经开始逐渐被更成熟、更精明的对中国的国家政策所替代。只不过美国这么做了，很多国家还没有完全跟上啊，慢慢会跟上。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利益关系啊，就是很多的为中国说话的这些利益团体，他们在利用美国或者是全球这些自由民主国家的自由民主机制，还是在想办法避免新冷战的爆发。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徒劳的，时间会证明一切。中国不会停下它闭关锁国对抗西方的脚步，那么西方国家也不会停止对中国的围堵和制裁。 TikTok 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is doomed， 注定了它会要完蛋啊，或者说它的这个背后的金主必须要改变。下一个总统上台，或者再下任总统上台，对 TikTok 一定有更加严厉的手段啊，必须让它的这个中资的部分一定要剔除掉，或者直接关闭。直接关闭看似好像很困难啊，这个毕竟影响力很大，但是我不觉得在一个准战争状态，这些东西还有那么重要。就是都要发生战争了，都要打起来了，你还这么妇人之仁啊？当然这样说法可能有点这个侮辱女性了啊，这种词大家容易顺嘴说出来。总之，就像上期节目讲到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西方国家不会任由他们的自由民主制度被消解、被破坏。他们肯定要想方设法的去维护他们这个体制的生存，而这种生存所必要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可能要让渡一部分自由民主的权利，而最终目的是捍卫自由民主。所以到时候这些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西方理念就没有办法再保护有中共背景、受中共利用的这一部分人群了。他们能够在西方世界现在这么风生水起，
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基本普世价值的庇护，但是他们秘密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替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在做事情，实际上是在破坏自由民主制度。他们早晚有一天会暴露在阳光之下，他们到时候真的被教训的时候，可能还会说：“哎呀，你们这是自由民主国家，怎么能够抓我呢？怎么能够限制我的言论呢？等等等等，肯定会说这样的话啊。但是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政治正确早就被扔进垃圾桶了，因为西方已经觉醒。好，那么这件事情讲完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多提两句，就是中国的大陆影星吴京、黄渤、黄晓明和香港影星刘德华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啊，成为中共副部级干部。哎呀，看到他们的这些做法，我真的觉得至于吗？对吧？你真的是缺钱吗？还是怎么样啊？一定要去淌政治这条浑水，一定要去加入这个被统战的行列当中啊！吴京就不说了，他本来就是拍爱国影片的，对吧？他肯定是要被吸纳到这个中共体制当中的。可是刘德华呢？你是香港人，你有必要这样做吗？有必要这样让自己人生最后有这么大的一个污点吗？当然，他可能不觉得这是污点，可是我们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讲，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全球围堵中共，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在很多国家眼里一个独裁、专制、践踏人权、反人类的组织，然后你还加入进去，而且他所谓的什么全国代表大会，然后投票选举，这更可笑了啊！就是真的好像中国有选举啊，电影家协会有选举似的。这些不管是这些官方机构，还是这些什么政协、人大，都是私下里瞧出来的啊，就是领导找到你说，哎，我们组织想发展你啊，想让你当下一届的副主席，愿不愿意？基本是这样的情况啊，你只要愿意，后面投票的时候肯定选出你，对吧？我们了解中国的这个政治就是这样嘛，所以你装模作样的拍张照片去投票，真的，你这不是在充当中共大外宣是什么？我当然明白，就是他们这些人背后的组织，他们想在中国生存，想在中国赚钱，就必须要配合中共的要求。他要求你当副主席，你就必须当，你不当，你的公司下一步可能电影审查都通过不了。还可以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去这么做，但对我来讲，如果我是刘德华，可能会觉得，就算威逼利诱又怎么样呢？我大不了不干了，对吧？我钱已经赚这么多了，还要怎么样呢？对吧？我就养老去好不好？抱孙子去好不好？当然了，这对他来讲可能不是个选项。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为了钱，为了五斗米而折腰，还是让人瞧不起。但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从此他们就是党的人了，而且不再是游离于这个党之外的了，就是不像过去那样可以有一个模糊地带。这其实也是共产党试图去想要做到的，就是这些人是我们利用对象，但是之前一直跟党是游离状态，保持一定距离。大家总觉得啊，这些明星啊还是这个独立的个人啊，没有党组织的限制啊要求这些。哎，现在好了，把你们都纳入这个中国电影家协会，而且让你们当头当领导，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样的话，就等于告诉外界，这些都是我们党的人，不要以为你不是党的人就可以在中国生存，没戏啊！敲打所有人，你们赶紧过来填供吧，不填供你们就活不下去。连刘德华、吴京啊、黄渤都成为我们的副主席了，基本上他就是向外界释放这样的一个信号。我相信这种统战效果是极佳的，而这样做的话，你可以想象电影界还有什么出路。中国的电影还怎么可能有更多的创新，更多的好作品？当刘德华出来讲话的时候，上来都先讲习近平思想多么的伟大，我们制作电影要如何的配合中共的文艺政策。当他都这么讲的时候，中国电影还能看吗？好，感谢收看这一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